西行路上，师徒4人跋山涉水，历经险阻，心向佛国。一日，行至一处，只见前路被一条浩瀚大河阻断，波涛汹涌，望不到边。他们寻找渡口之际，赫然发现岸边立着一块石碑，上刻“黑河”2字。此河恶名昭彰，传闻中有妖孽作祟，令师徒心生警惕。沙悟净，师父，此乃黑河，传闻水深流急，多有妖邪出没。正当师徒踌躇之时，远方水面驶来一只小船，船上坐着一位看似普通的渔翁，热情地招呼他们登船渡河，语气亲切。小驼龙，几位长老可是要渡河？老汉这船正巧路过，免费相送。然而，孙悟空火眼金睛，一眼识破那渔翁乃是妖魔变化。他连声提醒师父小心，切莫轻信。但唐三藏心怀慈悲，不愿怀疑。孙悟空，师父，那人恐非善类，您可千万要提防，莫要上当。唐三藏终究心软，信了渔翁，登上小船。不料刚到河中心，渔翁骤然现出原形，一只巨大的黑驼龙将唐三藏卷入深水。岸上的孙悟空、猪八戒和沙悟净眼见师父被擒，心急如焚。猪八戒急得哇哇大叫，沙悟净则紧握兵器，准备随时应战。猪八戒，师父被妖怪抓走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孙悟空顾不得其他，当即跃入黑河，化作一道金光，径直潜入水底，要从妖魔手中救回师父，毫不畏惧深渊的危险。潜入水底，孙悟空惊见一座气势恢宏的水晶宫殿，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。他闯入宫中，却发现宫殿空无一人，妖魔似有预谋。正当孙悟空疑惑之际，黑河妖孽小驼龙突然现身，原来他将唐三藏藏于密室，从容现身，嘲笑孙悟空的无功而返。小驼龙，泼猴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师父已是我的囊中之物，休想就走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孙悟空怒火中烧，举起金箍棒便与小驼龙在水中展开激战。水晶宫内法力冲击，水波震荡。小驼龙狡猾多变，使出黑水魔术，将孙悟空的金箍棒瞬间卷走，令悟空一时措手不及，失去了趁手的兵器。孙悟空，可恶的妖孽，竟敢抢我兵器，待俺老孙再与你算账。失去兵器的孙悟空深知独木难支，于是决定暂时撤退，前往西海龙宫，向他的旧识西海龙王求助，寻求破敌之策。孙悟空很快便来到西海龙宫，那里宫阙壮丽，珠光宝气。他见到了西海龙王，将黑河妖孽之事一五一十地禀告。孙悟空，龙王，弟子师父被黑河妖孽所擒，还望龙王能伸出援手。西海龙王听闻妖孽行径，仔细描述后，忽然面色大变。他惊讶地揭示，这黑河妖孽竟是他的亲侄儿小驼龙，因犯错被贬凡间。西海龙王，哎呀，这孽畜原来是我的侄儿小驼龙，被贬凡间，竟在此作恶。为替家族清理门户，西海龙王遂派他英勇的三太子魔昂太子，携带降妖兵器，随孙悟空前往黑河，务必擒拿小驼龙。魔昂太子，父王放心，儿臣并不辱使命，将那孽畜带回。得魔昂太子相助，孙悟空心中大定，两人告别西海龙王，驾云腾空，以极快的速度赶回黑河，准备再次与妖孽决战。回到黑河，
魔王太子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，他与小驼龙展开一场家族内斗，最终运用龙族秘法，成功制服并擒获了小驼龙。魔王太子，孽畜，竟敢在凡间作恶，还不速速伏法！小驼龙被擒，唐三藏得救，从密室中走出。孙悟空的金箍棒也物归原主，师徒再次团聚，喜极而泣，劫难中过。唐三藏、悟空、八戒、悟净，多亏你们搭救，方保我性命无虞。西海龙王亲自赶来训斥，并带走了他的侄儿小驼龙，承诺将严加管教。黑河的妖氛也随之消散，恢复清明。西海龙王，这孽畜犯下大错，我定会严惩不贷，绝不轻饶。经过这番波折，师徒一行又在西海龙王的帮助下顺利渡过黑河。他们继续踏上西行之路，心中的信念更加坚定，目标直指灵山。深山幽谷间，玄奘师徒跋涉多日，终于来到了一座辉煌的国度。这便是车迟国，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奇妙之地，等待着他们的考验与缘分。入城之后，唐三藏见到一座宏伟的寺庙，庄严而古朴。然而，寺门外却有着一番令人心痛的景象，让慈悲的圣僧眉头紧锁。唐三藏，阿弥陀佛，此寺庄严，为何门外如此喧嚣？原来，许多身穿袈裟的僧人正被道士们驱赶着，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役，脸上写满了疲惫与无奈，令人悲悯。沙悟净，师父，这些僧人怎得如此受苦？唐三藏见此情景，心中怜悯不已。他告诉徒弟，佛门慈悲，不应见此不平之事而不闻不问。唐三藏，佛门广大，岂容此等欺凌？悟空，你可有何计策？孙悟空见师父忧心，自告奋勇，欲前往寺庙探查究竟。他腾空而起，化作一道金光，悄然飞入那座名为三清观的道观。孙悟空，师父莫愁，带弟子去探个究竟，看这些道士是何来头。在观中，孙悟空发现这三清观的住持竟是三位妖道，他们自称国师，蛊惑国王，才敢如此欺压佛教僧侣。虎力大仙，国王对我等信任有加，这些和尚还敢不从？孙悟空回到客栈，将探得的一切告诉了师父和师弟们。猪八戒听闻有贡品，顿时心生一计，提议去道观戏耍一番。孙悟空，那些妖道自称国师，把持朝政，压迫僧人。猪八戒，既是道观，定有美味贡品，不如我们去饱餐一顿，顺便戏弄他们。夜色渐浓，师徒三人悄悄来到三清观。观中灯火阑珊，幽静异常，正是行事的良机。一场有趣的戏码即将上演。来到供奉三清圣像的大殿，只见供桌上摆满了香甜的瓜果糕点。猪八戒见状，早已垂涎3尺，顾不得许多，便狼吞虎咽起来。猪八戒，好香的贡品，不吃白不吃。孙悟空，袋子莫急，吃完好办正事。饱餐一顿后，孙悟空又心生一计，他让猪八戒和沙悟净分别变作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，自己则变作元始天尊，三人端坐在圣像之上。孙悟空，八戒、悟净，快快变身，让那些妖道尝尝厉害。猪八戒，嘿嘿，俺老猪也来当一回天尊。夜半时分，
3位妖道前来3清观朝拜，他们手捧香烛，虔诚行礼，却发现眼前的天尊圣像竟有些不同寻常。陆力大仙，今夜天尊法相庄严，吾等特来朝拜。3位妖道虔诚地献上贡品，并祈求国泰民安。他们看见天尊正在享用贡品，心中更是深信不疑，欢喜不已。阳力大仙，天尊显灵，定保我车迟国风调雨顺。随后，妖道们又献上圣水，其实是孙悟空等人的尿液。他们饮下后，顿觉味道古怪，心生疑窦。虎力大仙，这圣水今日怎么味道如此奇特？猪八戒低声：“师兄，他们喝了，快憋不住了。”疑心渐起，妖道们仔细查看，才发现圣像已被调包，这才识破了孙悟空师徒的戏弄，顿时大怒，知道自己被愚弄了。陆力大仙，好你个泼猴，竟敢戏弄我等！孙悟空，正是你家孙爷爷来与你们这些妖道玩耍一番。妖道们又羞又恼，施展妖法与孙悟空师徒大战。然而，他们哪里是孙悟空的对手，被打得狼狈逃窜，不敢再回关中。孙悟空，不是好歹的妖精，看打！猪八戒，吓跑他们，看他们以后还敢欺负僧人。次日，3位妖道哭哭啼啼地向车迟国王告状。国王闻言大怒，召见唐三藏师徒，欲惩罚他们。车迟国王，大胆和尚，竟敢戏弄朕的国师，该当何罪？唐三藏，陛下，其中定有误会，愿陛下明察。孙悟空为救师父，向国王提出挑战，愿与妖道们比试法力。国王半信半疑，决定让双方以求雨来一决胜负。孙悟空，陛下，我等愿与国师比试法力，以见真伪。车迟国王，好，便比试求雨之法，看谁能为我国降下甘霖。3位妖道施展妖法，只见天空乌云密布，雷声阵阵，却迟迟不见雨水落下，法力终究不敌仙佛正道。虎力大仙，吾等法力无边，雨水即将降临。此时，孙悟空暗中请来龙王，一声号令下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，滋润大地。国王与百姓无不震惊，欢呼雀跃。孙悟空，陛下，甘霖已降，佛法无边。车迟国王，喜哉，喜哉！圣僧之徒，果然法力通玄。自此，车迟国王彻悟，恢复对佛教的尊崇，释放所有被囚禁的僧人。一场考验终以慈悲与正义告终，师徒继续西行。唐三藏，陛下圣明，天下太平，乃百姓之福。在车迟国的边境，一队师徒缓缓前行。他们看见路上有许多和尚，竟被强征为劳役，在烈日下挥洒汗水，脸上写满了辛劳与愁苦。唐三藏见此情景，心中怜悯不已，询问那些和尚，才得知3位国师在此呼风唤雨，深得国王信任，却残忍迫害佛教徒，将他们沦为苦役。唐三藏，贫僧看你们愁容满面，究竟有何苦衷？原来这车迟国近年来遭遇大旱，幸得3位国师其余有功，深得国王器重。从此佛教式微，僧侣蒙难，境况凄惨。唐三藏闻言心痛不已，决定入宫面圣，为天下僧侣请命。孙悟空则灵机一动，
心中已有了计策，准备好好教训那些欺压佛法的妖道。唐三藏为师心有不忍，并要入宫，为众僧求个公道。孙悟空，师父莫急，且看老孙如何为这些和尚们出头。师徒4人抵达王宫，拜见车迟国国王。国王威严地端坐龙椅，对唐三藏师徒的到来显得有些不悦，质疑他们为何来到此地。唐三藏：贫僧奉大唐圣旨，前往西天取经，路过宝地。国王不解为何僧人还敢现身，骄傲地讲述3位国师如何拯救国家于水火，因此他才下令，全国上下只许道士尊贵，僧人则应为其奴役。唐三藏闻言，深感痛心，他慈悲地向国王解释佛法真谛，劝谏国王不应偏袒一方，应当公平对待众生，不分道俗。唐三藏：国王陛下，出家之人皆为修行，不该受此不公，望陛下明鉴。就在此时，3位国师虎力大仙、鹿力大仙、羊力大仙踏着祥云而来。他们气焰嚣张，不将唐三藏师徒放在眼里，主动向国王提出比试，以证明仙法高超。国王大喜，准许了比试。3位国师率先提出祈雨之战，欲在干旱的国都降下甘霖，展现他们呼风唤雨的神通。孙悟空：哼，降雨之术，老孙倒也想见识见识。国师们做法却迟迟未见雨点。孙悟空心知肚明，原来他们乃是妖邪，便驾云直上天庭，请来风雨雷电众神，命他们听从自己的号令。孙悟空：众神听令，待老孙号令，再行降雨。国师们耗尽法力，依然滴雨未下。然而孙悟空一个喷嚏，便引来狂风骤雨，倾盆而下，彻底浇熄了国师们的嚣张气焰，赢得了第1回合。接着，国师们又提出比试坐禅定力，他们与孙悟空盘膝而坐，比拼谁能不动不摇，心如止水。孙悟空：坐禅吗？老孙最会了，看我如何让他们坐不住。孙悟空故技重施，变作一只小虫，飞到国师们的头上，偷走了他们赖以定心的舍利子。失去法宝的国师们坐立不安，丑态百出。结果不言而喻，孙悟空纹丝不动，稳如泰山，赢得了第2场比试。国师们颜面尽失，心有不甘，却也无可奈何。第3场比试更是惊心动魄的砍头与剖腹，国师们仗着妖术，声称能斩断头颅，剖开肚子，而后恢复如初。孙悟空：好一个砍头剖腹，老孙倒要看看是谁的本事更胜一筹。国师们一个接一个施展妖术，却不知孙悟空早已施展分身法，变出自己的头颅和内脏。待妖道们真正的头颅与内脏被砍下，便再也无法复原，现出原形。孙悟空：看，这就是欺压佛法的妖邪本来面目。国王见3位国师竟然是虎、鹿、羊3只妖精所化，震惊不已，又羞又悔。他跪倒在地，向唐三藏诚心忏悔，承认自己的过错。唐三藏：陛下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国王立刻下旨，将全国所有的和尚全部释放，并恢复他们的身份与尊严。车迟国的僧侣们终于摆脱苦海，重获自由。唐三藏师徒向国王告辞，继续西行取经。车迟国也因这次的教训，重新恢复了佛法的荣光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夜幕降临，月光如水，师徒们在星空下继续前行，伴随着微风轻拂，
心中对未来充满希望，也将这次的经历化为智慧，滋养着漫漫的取经之路。